这节课呢，我继续给大家讲有关焦点弦的结论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焦点弦。抛物线，我们以开口朝右的抛物线为例，经过它的焦点，倾斜角是阿尔法，做了一条直线，和抛物线交于 A、B 两个点结得的焦点弦。其中第一个结论我们已经做完了。第二个结论我们也已经讲完了，然后我们还做了一道小题。这节课呢，我要继续给大家讲第三个结论啊。第三个结论是什么呢？我先给大家画一下图。建立直角坐标系，这是开口朝右的抛物线，标准方程是 y 方等于 2px。这是它的准线 L， 这是焦点的坐标2/p逗0，经过焦点做了一条直线，和抛物线交于点 A， 交于点 B。其中 A 的坐标是 x1y1，B 的坐标是 x2y2。那么 AB 叫做焦点弦 ，AF 叫焦半径 ，BF 叫焦半径。现在这个结论呢是焦半径的倒数，加上这个焦半径的倒数，它是等于 π/2的。之前的结论呢，我们曾经学过焦半径 AF， 它是等于如果它的倾斜角是阿尔法。那么焦半径 AF 是1减 cos 阿尔法分之 p， 焦半径 BF 呢，它是等于1加上 cos 阿尔法分之 p。所以我们借用之前的结论，焦半径是它，焦半径的倒数就等于 π/1减 cos 阿尔法。所以焦半径 BF 它的倒数就等于 π/1加 cos 阿尔法。那么焦半径 AF 的倒分之1加上 BF 分之1，它就等于 π/1减 cos 阿尔法加上1加 cos 阿尔法，正负 cos 阿尔法约掉，所以它的结论就是π/2啊。这是焦点弦。好了，这是第三个结论，我们得到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下一个结论。下一个结论我给大家也推导一下。下一个结论说的是什么呢？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我以焦点弦为直径，那么以它为直径的圆儿和准线和 L 是相切的。那么我怎么来证明相切呢？大家都知道，当一个圆儿和一条直线相切的时候，圆心到切点的这个半径和切线是垂直的，圆心到切线的距离恰好是等于半径的。所以呢，我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我们可以略略的画一下。我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如果和这条准线相切，那么切点既在准线上也在圆儿上，连接圆心和切点它是半径。既然和准线相切，它还得垂直。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来表达这个意思呢？也就是 AB 这个焦点弦，它的终点，如果我用 M 来表示，那么终点 M 到准线的距离，点到线的距离，它的是 AB 的一半啊，它的是半径 ，AB 是直径。所以呢，我只需要证明，经过 AB 的终点 M 向准线做垂线，垂足是 M 撇，我只需证明 M 撇你恰好等于1/2 AB 啊 ，AB 是直径1/2 AB， 那它不就是半径了吗？只要你向准线
做垂线，这个垂线段恰好等于 AB 的一半，等于半径，说明以 M 为圆心，以 AB 为直径啊，它的这个圆儿就和准线是相切的。我们只需要证明这个就够了。所以我就借用这个图，当然我要经过点 A 向准线做垂线，垂足是 A 撇 ，AF 是等于 AA 撇的。点 B 是抛线上的点，它也向准线做垂线，垂足是 B 撇 ，BF 是等于 B 撇的，它是符合抛线的定义啊。到定点的距离和到定直线的距离是相等的。我取 AB 的中点 M， 经过点 M 向准线做垂线，那就说明 MM 撇是梯形 A 撇 B 撇 BA 是这个梯形的中位线。那么梯形的中位线等于什么呢？ MM 撇你是中位线，你当然等于上底加下底的一半，等于1/2。AA 撇加上 BB 撇，1/2倍的 AA 撇是什么呢？等抛线上的点到交点到定直线的距离到准线的距离和它到交点的距离一样，所以 AA 撇我就转化成 AF，BB 撇呢也一样转化成 BF。所以就等于1/2 AF 加 BF 恰好是 AB。 你看，经过 AB 的终点向准线做垂线，垂足是 MM 撇恰好等于 AB 的一半， AB 是直径， AB 的一半就是半径，所以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显然和准线 M 是相切的啊，只需要证明这个，所以我们就得到它是相切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个啊，我们先做一道题，消化一下这个知识点，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给大家讲。好了，大家迅速的看一下这道题。这道题是这样的 ，y 方等于2px， 焦点是 F， 它是开口朝右的标准的抛线的方程。标准方程 y 方等于2px，p 是个大于0的数，焦点 F 在这里，点 M 在画抛线一定画准线，这是原则啊。因为我们经常要回归定义，3大解题思想的第一个就是回归定义，所以我们要画准线 ，x 等于-2/p， 点 M 在抛线上，随便的找一点 M，MF 距离给我了是等于5。既然你是抛线上的点，我要回归定义，它到定点的距离和它到定直线的距离是一样大的，所以 MM 撇它也是等于5的。接着看啊，我现在以 MF 为直径的圆儿，以 MF 为直径。刚才我们做的是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是跟准线相切的，那么它这个是以 AF 或者 BF 为直径的圆儿，它是和 Y 轴相切的啊。我要先把这个结论给大家说一下啊。先抛开这道题，我给大家说一下，上边这是第5个结论。第5个结论，我们先证明一下，然后再做这个题。这是开口朝右的抛线 y 方等于2px， 这是它的焦点 F， 经过焦点我做了一条直线，和抛线交于 AB 2个点，
我以 AB 这个交点弦为直径的圆儿，它是和准线相切。那现在我想呢，以交半径为直径的圆儿，我就取 AF 的中点。它现在就不能以 AF 为直径的圆儿，它就没有办法和准线相切。那么它跟谁相切呢？我想证明它和 Y 轴相切。要证明它和 Y 轴相切，我取 AF 的中点 M， 我就把抛线上的点向准线做垂线，这是 A 撇，它和 Y 轴的交点叫 A 两撇。如果以 AF 为直径的圆儿和 Y 轴相切，那就说明点 M 到 Y 轴的距离，它就应该是半径相切吗？以 AF 为半径的圆儿，它和 Y 轴相切，所以它是切点。点 M 向 Y 轴做垂线，垂足是 M。连接圆心和切点，它和 Y 轴就是垂直的。所以我只需证明谁呢？我只需证明 MM 撇，它恰好等于半径，也就是 AF 的一半等于1/2 AF 就可以了。我能够证明出这个结论，我就会得到它和 Y 轴是相切的。所以呢，点 F 这个是坐标原点 O， 你看 M 是 AF 的中点，经过点 M 做 Y 轴的垂线，垂足是 M 撇。那显然呢，平行线截线段是成比例的，它是1份比1份，这个也是1份比1份，所以 M 撇就是 A 撇 O 的中点。所以这个 MM 撇现在它就是梯形 A 撇 OF， 它是这个梯形的中位线。梯形的中位线就等于上底加下底的一半，1/2 AA 撇加上 OF， 然后等于1/2 AA 撇应该是 A 两撇 A 两撇 A 两撇等于什么呀？它等于 A 撇，这是1/P 个单位，所以 A 两撇我们就转化成 A 一撇 A 一撇减掉1/P， 加上谁呢？OF 它恰好也是1/P， 加上 OF 就加2/P， 所以它们俩就约掉了，它就等于1/2 AA 撇。A 是抛线上的点，回归定义，抛线上的点到准线的距离和到交点的距离一样大，所以就转化成 AA 撇转化成 AF。你看 AA 撇转化成 AF 以后，我们就得到了 MM 撇，恰好是 AF 的一半。点 M 向 Y 轴做的垂线，这个垂线段的长是 AF 的一半，所以我以 AF 为直径做的这个圆儿AF 的一半就是半径 ，MM 撇恰好是半径，所以以 AF 为直径的圆儿一定跟 Y 轴是相切的。好，这是这个第5个结论第5个结论。那么既然这样，好，我要应用这个做一下题。这是抛线，交点是 F， 然后 MF 是等于5的，以 MF 为半径的圆儿经过了0到2，以 MF 为半径的圆儿和 Y 轴咋样了呢？相切了。切点的坐标因为它这个圆儿以 MF 为指定的圆儿过0到2，那么我跟 Y 轴是相切的，
我跟 Y 轴唯一的就有一个公共点，所以你说的那个经过0到2，它就是切点的坐标，啊，它就是切点的坐标，它就是0到2。那么圆心到这个 Y 轴的距离啊，它就是半径，它就是半径，所以圆心的纵坐标我就知道了，因为圆形和切点一连，它是垂直于 Y 轴的呀。这条线是平行于 X 轴，所以圆心的纵坐标就是2。那么圆形的纵坐标要是2，点 M 的纵坐标我就能求。我暂时把点 M 的坐标设为 MN。由于圆心是 MF 的中点，中点的坐标就等于两个端点的纵坐标相加 n 加0除以2，把2乘过来，所以点 M 的纵坐标就等于4。那点 M 的横坐标呢？点 M 的横坐标，我们先看 MF 的长度，它是等于5的。MF 的长是等于5，所以 MM 撇它就是等于5的。那么 MM 撇是5个单位，点 M 的横坐标 M， 它是落在这儿的，它是代表这段长的。这一小段呢，它是p，也就是这一小段它是p，所以整个是5个单位，去掉这p，你看就是这段长，就是它 M 啊横坐标所对应的实数，所以 M 是等于这个5减掉，是等于这段长5减掉p，这段距离就是横坐标对应的实数，所以它是5减p。那么点 M 的坐标我也表示完了啊，横坐标是5减p，纵坐标我又知道。我要求抛线的方程，我就是想求出 p 的值。点 M 在哪里呢？点 M 恰好就在抛线上。抓住几何特征并用式子表达出来，这是我们解圆锥曲线问题一贯的思想，一共3大思想吧。所以点 M 它是在抛线上的点，所以这对坐标就满足抛线的方程。于是y 带到这儿，16就等于2p乘以5减p。我们解这个方程就会求出 p 的值，先约掉一个啊，这是8等于5p 减去p的平方，两边乘以2。16等于10p 减去 p 方，都移到左边，降幂排列 ，p 方减10p 加上16是等于0的。然后分解因式非常容易，28一16，p 减2乘以 p 减8是等于0的，两个式子相乘等于0，两个式子各置等于0，所以我们就得到 p1 的值是等于2的 ，p2 的值是等于8的。而抛线呢，当 p 等于2的时候，抛物线是 y 方等于4x。当 p 等于8的时候，带到这里来 ，y 方是16x。所以呢，我们就根据以焦半径为直径的圆儿，它一定是和 y 轴相切的。既然相切，它有唯一的一个公共点。而题中所说的以焦半径为直径的圆儿过了0到2这个点它是 y 轴上的。它在圆儿上，所以显然它就是切点。既然它是切点，所以圆心到切点的距离它是垂直于 y 轴的，所以我就知道了圆心的纵坐标，然后就找到点 M 的纵坐标，然后又根据抛线的定义，我们把点 M 的横坐标也表达出来。它呢又在
抛线上，抛线上的点当然满足抛线的方程，所以我们就求出来 P 的值啊。这道题应用的知识点就是以交半径为直径的圆是和 y 轴相切的。那么有的同学肯定会想到，老师，你这条直线再做的长一点，假设说这个焦点是 B， 那么以 BF 为直径的圆呢？当然，它也是和 y 轴相切的。只要是以交半径为直径的圆，就是和 y 轴相切。好，这是第5个结论，我今天就给大家讲完了。下次课呢，我要继续给大家讲新的结论。